你又想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咱们在吴越时就是个笑话吗？你又在说什么荤话？我是真觉得我自家就是个笑话。父王轰了六哥接掌两军，杀了代太尉，囚禁了三哥和大郎兄。我认为六哥不对，去找他争辩。我想救三哥，申姬一点醒了我才给你发了信函。你阿娘率领船队截断前脚，把三哥救走了。我当时心里是极得意的。我得意的是，六哥不知道这些事儿，是我这个整日混迹于余氏酒肆的不成器弟弟一手做出来的。你的确救了我阿兄的性命啊！不过是救了自家兄长一条命而已。那姓郭的孔目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便杀了一个人。我知道他是为了维护法纪，整治秩序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守规矩，这般才会有更多的人能活下来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这更多人的性命便是命，那一个人的性命便不是命了。若是我们能活着回杭州，你会娶我吗？啊？我阿娘说，你若是敢要了我又不娶我，她便再次截断钱塘，也要好好与你算明白这笔账。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些？我只是在想，若是明日这城破了，你我可能就要死在这儿了。若是要死在这儿，我自然要想一想，我要埋在哪，要不要与你埋在一处？若是与你埋在一处的话，又是以什么身份？你看这城里头，每天有那么多人想活，眼前的这些人，每日忙得脚不沾地，不用吃饭，不用睡觉，反倒是你，整日像个傻子似的。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这些，你不如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要不要娶我？至少能让我明白，我死的时候要不要和你埋在一处。至少这是眼前你能为我做的事儿。你就是想说，别人都在做事，而只有我在自寻烦恼。这也怨不得你啊，毕竟你生下来便是锦衣玉食的王孙公子，在海上每年都会翻覆上百只渔舟船舶，多少个人葬身渔夫，多少个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妻儿，你知道吗？人死在海里，身子不会沉下去，身体会被海水泡得肿胀发白，然后就那么飘在海面上，被那些大鱼小鱼争食，生生世世不得入土。眼下这个京城，就是这艘大船。这艘船上的人，有的人在系缆绳，有的人在补破缺，
有的人在捕番网，有的人在摇橹桨，而你，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担，你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今日才知道，我自己是这般没用。其实啊，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晴天蓝海的英雄，多的是像你我这般无用的人。其实当无用的人也挺好的，至少每天不用想那么多有的没的。至于那些国家大计、是非礼仪、苍生福祉，就让那些有本事、有能耐的人去想去做就好。我们只要把眼前的人、眼前的事儿顾好了，便不枉此生。你这却又是何必？何必？人都死了，拜与不拜又有何用？因为他本不该死。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这世上的许多事儿，你不得不去做，却不等同于这些事儿都是对的。世道如此，或许无可奈何，或许被迫无奈，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。可是非总该是要有的，不管旁人如何说，如何看，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，这是错的。可世道的错也是错，不能因为世道的错，顺着世道做的事儿，便都变成了对的。什么人？滴血！滴血！怎么了？有人偷城！偷城！拉着他，跟我走。别队，别往向前！别人给我赶下应该是从西面绕过来的，否则纵然是走路，他们应该也能听得见。夜里行军，不能骑马，但他们却得带着马来，否则一旦失机，他们想逃都逃不了。那他们应该是牵着马过来的，将马放在西藏护城河边上，着人看守，然后再徒步从冰面上过河，再用钩镰之类的东西挂着绳索攀上了城墙。这样，我带一个骑兵指挥出去，从西面兜个圈子绕回来，将他们的马全杀了。张太尉打了这许多年的仗，你觉得他会安坐在大营里，等着你先宰他的马，再杀他的人吗？来。
你信不信？只要你的骑兵一出，离开寨子1里方圆，就会从野地里凭空长出1000骑兵来，将你连人带骨头一并吞了，一根骨头都不会吐。这么大的城池，就算他趁着夜色送上去100-10来颗人头，又能记得什么事？再者说了，10000人以上的大军调动，火把都没点上几根。这叶下的兵如何能够夜间视物又不乱阵脚？依我看，张太尉此番布置，不是为了投诚，是为了撬开咱们的城门。咱们现在就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不把咱们给拔了，他是没法安心攻城的。不就是个破寨子吗？啊！也知得太尉如此殚精竭虑，为了赚那寨中守将出来，将5000骑兵派到南面去设伏不说，将自己的亲卫孝杰都放到城楼上做了饵，本钱不可谓不大呀。不过，这寨中守将竟是个属团鱼的，连头都不肯伸出来呀！京师之中，何时出这等人物？快了有料，下不可死啊！